大家好，欢迎收听碎碎念，我是水。这一集预计要是讲《掰》这部关于我的动画作品的解析，但其实不是解析那么艰难的内容，算是分享一些里面的元素，结合上一集《生死公平且残酷》里面提到的一些内容。我在上一集也有说会把那一集延续之后想讲的东西延续到这一集，所以如果之后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再去听前一集。那么关于这一集 podcast 没有剧透不剧透的问题，我想蛮多听众可能是扫描展场的 QR code 才点进来。虽然我这集录的时间比展览的时间早几天，所以可能也有些人是先听了这一集，但总之没关系，不管有没有看过《掰》这个作品，都不会影响对于这个 podcast 的理解度。那再先简单介绍一下，《掰》是一个动画短片，算是我是导演，然后其实基本上就是独立制作，只是音乐配乐有请人另外制作之外，其中还有后置跟一小片段的偶动画是请别人做，那整部片其他地方都是独立制作。那么关于故事大纲就是一只鸟，也就是代表我自己，一棵树是象征的家的离别的一个故事，是以我自己自身经历去出发发想而成。因为我不太确定听到的人有多了解动画这个东西，或是有没有看过这部片，所以我还是先讲一下，它是使用蜡笔一张一张画，然后还有其他复合媒材扫描进电脑后置，或是之后在电脑补一些地方的一个动画短片。这边就不会去做太多实作部分的赘述，因为这集 podcast 还是想要谈论发想跟这个内容它本身。首先，第一个核心概念是想谈迷恋与眷恋。迷恋与眷恋可以说是这一整部片子的核心重点之一。这边说的迷恋跟眷恋是什么意思呢？就要先说为什么有这部片子的诞生。前面有说了，鸟代表了我自己，这部是以自身经历去出发去创作的故事。发想其实是去年，刚好是我到国外交换学生回台湾的时间点。就是在交换的这段时间，我学到了很多，也感受到自己很大幅度的成长，也开启了我想去看更多世界的这扇门。所以这边讲的迷恋，是指对这个世界感到的迷恋。就是我深受我感知、我感觉、观看到的景色事物吸引，我也对我接触到的人事物那种不断刺激我可以接触到新东西的过程感到着迷。因为前面说这个是鸟跟树离别的故事嘛，所以离别是为何而产生，就是跟这个迷恋跟眷恋有很大的挂钩。那前面讲的这个迷恋，可以代表是我想要离开这个树的一个原因。那为什么又舍不得离开？就是眷恋。我说树代表家，但其实树一开始是由我爸去出发想的。虽然在片子里面很难发现他是一个父亲的角色，因为我发现我没有很会去诠释这部分。总而言之呢，我想我跟我爸的关系可以说是有点微妙的。我不确定这段如果被我家里的人听到会是怎么想，但总之是希望他们听到之后不要来跟我讨论，因为我会觉得很羞耻。好，总之因为前面有说，迷恋这部分也是我在交换期间，包括我交换之后回台湾感受到的这一切，也是刚好在那之后有一阵子是住在家里的，当时的心情对于眷恋这个心情舍不得，又更加的强烈。我当初甚至画了一个短短的小动画，是阐述我跟我爸爸，就是我在家里的时候，有时候会故意学我爸走路。之前有被说过说，哎，为什么会有一个特定 pose 吗？看起来很像，对，很像我爸这样。其实大多是为了好玩跟有趣，但我其实心里知道，它背后可能蕴含的是我对小时候的我和我爸这两个人感到很怀念。对，我说两个人是指小时候的我跟我爸，我把小时候的我看成另外一个人。其实有阵子我会很一直去回想起那些小时候的片段，那个一去而不返的时间，
说是小时候我，这是因为有小时候的我才有那些时光。当我一次次的去回忆这些片段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回忆对我来说都是很苦涩的。他们明明是这么好吗？也有可能不好，好坏夹杂在一起。但是我知道，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过那种你想起来你小时候的样子，会感到特别的心情苦涩，又说不出来的酸吗？就是那是种，因为你不会再是同一个人了，你不会再是小时候的那个人，环绕在你身边的世界也不是那么的单纯了，或是你有了更多的责任，你要可能就是那种小时候自己完全不需要顾虑什么，我只要小时候也不是说没有在想事情，但我觉得这部分有点蛮难解释的。但总之呢，我前面说会模仿我爸这个举动，也是我看着他的背影，我很努力的想要把它记在我的脑海里，然后我同时也很想要变回以前的样子，想要再当一次小时候的我，或是想要重返吗？然而这一切都好令人悲伤，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其实我知道我还是我爸的女儿，但就像我前面说的，我跟我爸的关系挺微妙的吧，大概是因为我们了解却又不了解彼此，我们有着很像的个性，对，就是对家人就是闷骚又闷俗，就是在这个关系之中，之前啊，现在有比较好，但之前很无法自然的表达，所以我才会常常做出很笨拙的表达，或者做出顽皮又孩子气的行为举动，包括这个学他走路的样子。也就是因为都会做出这些孩子气的举动，我爸才会一直把我当成小朋友，又会导致更难沟通啦。不过现在有因为距离跟透过电话没有面对面的交谈，我觉得有让表达这件事变得稍微简单一些。其实我也是知道，就知道我爸是很支持我，也知道我家人很支持我，只是我们都在改变，我们都在脱离过去的我们不一定会知道对方所有的改变，或者我们不一定会知道对方发生过什么、经历过的所有事情，但可能血缘就是这么一回事吗？还有过去一起经历的东西累积起来的吗？它是感觉的那么的强烈又紧密，所以与对外面世界的迷恋，反之是对家的羁绊感到眷恋跟舍不得。就像在片中，我是透过中间有一段蓝色调性的那一段，树从两侧伸出来，然后再变成完整的一棵树的一个转场，看到鸟坐在鸟巢里面，然后鸟再从鸟巢往上飞，不断的往上飞，然而同时间树叶又一直落下来的那一段。我是想要表现出我前面所说的那个情感的冲突感，然后一开始树从两侧身有种交错阻挡的感觉，那边是虽然我知道我爸很支持我，但我也知道他很舍不得我，他会想要我也留在他身边。就那股力量反面来讲，便是那种像是网状一样，就是在视觉上面是网状一样困住我的东西。然而同时间我又想要往上往外飞，不过同时间树也会老，人也会老，我一步步往外走的同时，心里深处也是会想，会担心，会害怕，我们不断的在错过。那这边就接着继续说关于鸟在最后是飞走的这个结局。其实发想的时候便是设定是会飞走的，因为当时的心境应该是，即使我眷恋这家，但迷恋的心情是有比较多的那么一些些，也觉得自己必须往外多看。虽然当初指导老师还有蛮希望我将鸟改成留下来的，毕竟指导老师的年纪可能跟我爸年纪差不多，就是以他们的角度来看，就像我前面说，我爸可能也会希望我留下来。不过当初的我是完全没有想改的意思，但是很意外是前面的我是那么坚定，但是在制作阶段后期的时候比较稳定吗？或是比较稳定的是，意思是待在同一个环境一个地方比较久。还有一个蛮私人的事情啊，就是可能有搬回去跟家人住的打算，所以我一边做着片子的时候，心情居然因为现实生活中影响到我，开始有了变化。我就开始想着，飞走真的是这部片的唯一答案吗？其实飞走之后，这个行为是很开放的，就是鸟可以再次又飞回来，它又再次飞走，就是我谁也不知道最后是怎样子。
就算是把当初那段心情给记录下来，这样。然而现在又在录 podcast 的现在，因为前面说的跟家人同住的计划现在是没了，又或者是我就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的流回到原本的状态。虽然后续我会不会又开始想家呢？我想会，因为不管我哪时候飞走，只要不是在家的时候，我觉得都会想家吧。就如同每一次道别的时候，每一次接近道别的时候，心里那股不适应感就会特别强大，所以我标题才会写那样，然后我才会觉得说我不太会说再见。虽然即使我知道他们还在，我们还是会再见，但对时间，就像我前一集讲过的，生死跟时间是很残酷的。很残酷的是，我们都会，时间都会往前走，我们都会老，所以我们公平。但是我们都会老，所以这也很残酷。所以我长大，他们变老，长大的孩子，现在的我并没能花最多的时间去陪他们，好像会落入他们那种，他们更老了，我也更大了，但他们也没力气了。我那时候才会花更多时间去照顾他们吗？但是我为什么不要选择我有力气的时候，他们也还有力气的时候去共创回忆呢？因为我选择了更多的我吗？就像我前面说的，我选择了更多的往外的迷恋吗？我选择往外走吗？那就是通俗的所谓的年轻时做什么都是最好的时候嘛。要打拼，要努力，要成长，要提升。但我也想要陪陪家人，每天到早安晚安，然后每天一起吃饭。但又好像只要回去，我便不会达到我预期成长的那么多，又或者是现实因素吗？那其实决定都是我自己选的，搞不好我可以两个都有，但现实又是有得就有舍，有舍就有得，我没办法拥有全部的吧。可总之人是很矛盾的哈，其实就像是这部片里面，对啊，我觉得这部片除了迷恋跟眷恋是核心，矛盾的我也是核心吧，只是我没有在它里面表现出来。好，那最后我想再说一件事，关于因为我当初在发想，还有我做这个片子现在呈现的样子，其实可以知道我不敢把我所有的心情直接透过作品表达出来，就像我之前我不敢讲出来，完整的表达出来，因为其实我一直有想做过的动画片是有对话的，有声音的，然后可能是就是人当主角，但是你看我现在做的是没有对话，只有配乐，然后我把自己以鸟代称，我把我家人以树代称，都是一种透过隐喻的隐藏起我真正的自己，去透过其他的元素帮我讲这件事，讲这些话，所以我才觉得我这部片其实我也知道我不太会讲故事啊，就是它没有达到我最最初或是我讲的这些那么深刻的情感，并没有很忠实的被表达出来。除了我选择的传递方式之外，还有我还不太会讲故事这件事情。但其实做完这一步，然后不只是骗子本身，还有我本身，我跟我家人本身，让我觉得如果还有下一步的话，我更敢把自己的心情更原汁原味的透过作品传达吧。我希望那时候的我自己的作品是情感是更强烈的，对，希望下次是这样。然后其实我这之中也看了几次放映，看了自己的片，我不是那么敢看自己的片，就是以现在的我来说，因为我现在看都觉得它很多我觉得做不好的地方，但这之中也有人就是来告诉我，他觉得其实我做的很好啊，或是还不错啊，都让我觉得对啊，我是该对自己的片更有自信一点。我挑战了我之前没有试过的是，就是全手绘动画，还有一张一张画，24帧，全部都蜡笔的。质感、材质，就是这些媒材，那当初去发想，还有分镜上面的一些心思巧思，我确实是有在这部片更长进了一些，就是在实作方面吧。但就像我说的，故事这方面，我是希望也是训练自己，像是这个 p a r k 也是训练自己把话讲出来，然后拍一些片也好，不一定是要动画，就是讲一些故事也好，让我在下一步的时候可以，如果有下一步的话，我希望是可以
自己在做了，谁知道呢？就是讲讲而已。那么谢谢大家收听这一集，不论你是在展场看到我的作品，然后听这个 podcast 的人，或是原本就在收听 podcast 的听众，都很谢谢你们的收听。那么谢谢大家收听碎碎念，我是水，我们下次再见。